夺岛作战，日美法澳联合军演到中国家门口挑火，拜登却担忧冲突。为何中国从不按美国方式做事？敬请关注本期节目。最近中国面临严峻局势，在美国的怂恿和策划下，地区潜在的冲突概率急剧增加，而日本却执意引狼入室。这段时间，很多来中国周边挑衅的国外舰机，几乎都是以日本为驻点或者补给点，充当美国印太战略的桥头堡。而在5月11至17日，日本陆上自卫队、美国海军陆战队、法国陆军将举行联合军演，这是3国陆上部队首次在日本国内实施正式的训练。该注意的是，这次演训主题就是离岛登陆和巷战。在九州西部近海，日法舰艇将起飞战机，运送部队到演习场，之后展开直升机突击作战和巷战训练。为了配合日本陆上自卫队的日美法联合训练，与此同时，日本海上自卫队还将和美法澳大利亚在东海联合训练，主要内容就是登陆和作战，设想如果离岛有冲突，如何展开夺岛作战。而这次的演习是在中日围绕争议岛屿激烈博弈的背景下进行的。在前不久展开的G7峰会上，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肆意指责中方单方面改变东海、南海现状。随后，日本媒体报道称，日本当局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我们在自己的岛屿巡航合理合法，日本当局强行给自己加什么戏？反倒是日本多次在涉疆涉台问题上对中国内政指指点点，甚至还联合美国以及盟友，肆意在中国周边挑衅、咄咄逼人。这次夺岛巷战演习针对性更为强烈。这次首度参与日本境内演习的法军就是日本接洽的。此外，德国、英国、荷兰也宣布相继派军舰到印太地区挑火，这都加大了地区冲突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拜登也开始担忧冲突风险升级。据美国外交政策近日报道，美国国防部一位高官透露，拜登政府正越来越多地寻求避免与中国发生意外事件的升级，开始推动中美增设军事热线，以减少中美两国飞机、舰船在亚太地区发生冲突的风险。以前中国不愿参与危机管理，但现在挑战在于中国从不愿按照美国喜欢的方式来做事。这句话足以体现美军的傲慢自大。如果不是美军3天2头跑中国家门口挑衅，会有冲突的风险吗？中国又凭什么要按照美国方式做事？这些老牌帝国还幻想用炮舰外交同中国讲话，谁来都无济于事。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国强曾回应，中国无意挑战谁，但谁的挑战也不怕，中国也不想威胁谁，但谁的威胁也没用。中国有发展壮大的权利，也有自主选择道路的自由，也有足以防御自卫的能力。短期内，中国周边5国发生冲突，中国如何力挽狂澜？为何国际人士说庆幸在中国周边？敬请关注本期节目。当前国际局势正经历着大变局，虽然总体上世界是和平稳定的，但是有些地方却依然经历着冲突混乱。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这段时间，中国周边5国接连发生冲突，中国又是如何力挽狂澜的？首先，缅甸冲突仍然还在升级，大规模枪击更是时常发生。目前，缅甸军方和克钦邦武装组织发生了多次冲突，缅甸军方安全部队发动空袭，双方还用迫击炮互轰。同时，缅甸政局危机仍然还在持续，昂山素季领导的民盟和军方抗议者之间的对抗从未停止。接着，中国西部2个接壤国家也开始同时操戈。在4月底，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发生边境冲突，爆发枪战，造成人员伤亡。目前双方已经达成停火协议，但是由于双方边界不明，未来这种冲突可能还会存在。再然后，菲律宾军队也和武装分子打了起来。近日，菲律宾武装分子趁机攻入帕格拉斯，和军方发生交火，试图占领战略要地。当地民众被迫迅速撤离，而军方对该区进行了封锁。随后，武装分子又开始卷土重来。之前1周内，菲律宾军方和武装分子进行多次鏖战，菲律宾武装领地一直未得到解决。尤其是菲律宾即将迎来大选，局势非常复杂，冲突随时可能进一步失控。而后，阿富汗再次难逃冲突厄运。在美军撤离后，阿富汗军队和塔利班开始频繁交火。近日，阿富汗国防部表示，过去1天，阿富汗安全部队剿灭了288名塔利班武装，并摧毁了大量武器和弹药。而塔利班不会甘心，继续谋划多场袭击。据最新消息，塔利班占领了阿富汗首都郊区地区。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动乱的背后几乎都存在美国的影子。对此，也有国际分析人士表示，庆幸是发生在中国附近，如果是美国邻国，后果会怎么样呢？
不过，在周边国家发生动乱时，中国也积极发挥自己的作用。中国接连召开南亚6国会议，希望各国将重点放在防疫上。近日还召开了中国加中亚5国外长第2次会晤，强调团结抗疫，并且继续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各国外长还专门就当前阿富汗局势和如何发挥邻国的作用进行了深入讨论，呼吁上合组织应当为阿富汗长治久安发挥作用。中国用自己温和有力的外交力量促进地区稳定。这个世界比想象的还要动荡不安，世界并不和平，我们只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法国想当欧洲领头羊，彻底不掩饰对中国的敌意，结果连向中国开枪，却被多国无情抛弃。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据悉，在法国参加 G7 外长会议的同时，该国所展开的会议以340票对0票全票通过关于支持台加入世卫的法案。不仅如此，法国总理马克龙还与欧盟其他成员领导人一起与印度总理莫迪进行线上会谈，对外释放出印欧对中国影响力扩张不会袖手旁观的信号。值得一提，早在4月份，法国海军一艘2栖攻击舰和一艘护卫舰就开始在中国周边游荡，对中国进行军事挑衅，随后又对越南进行了访问，且法国海军这2艘军舰在离开南海的第一时间便进入到东海，于前几日抵达日本，准备跟日本、美国举行陆上联合军演。近段时间以来，法国一系列外交和军事上的行动都是围绕着协助美国遏制中国这个主题来的。现在的法国显然是铁了心要站在中国的对立面，想充当欧洲反华领头羊。哪怕是拜登上台后，德国离开了法国的反美阵营，重新回到美国的怀抱后，法国总理马克龙都坚持对美国的强硬态度，扛起欧洲战略独立的大旗。可现在法国却来了一个大反转，竟然在亲美反华的道路上跑得比德国还快。对此，分析认为，马克龙很可能是想以这种方式借助美国发动的大国对抗，跑到亚太地区刷存在感，并且试图趁乱上位，顶替德国在欧洲反华先锋的位置。9号，马克龙在一场启动欧洲未来大会论坛上做出了一番有关抗疫的总结。他声称是所谓的欧洲模式拯救了他们，甚至呼吁强化欧洲合作，建立一个更灵活的欧洲。在当前欧洲疫情仍处于危机之际，法国就迫不及待地想要主导欧洲模式，想来是为了树立法国在欧洲领头羊的地位，以为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加分。虽说这只是猜测，但马克龙就算有如此野心，也被现实打脸了。欧洲未来大会本应该是去年5月份举行，但因为疫情以及欧洲议会、委员会等的原因被取消，就连开幕式也推迟了。该论坛从去年筹备到今年，足以说明欧洲模式存在缺点，同时也意味着法国领头羊的角色并没有得到欧洲其他成员国的认可。反转猝不及防，估计马克龙怎么都没想到推行极端对话政策会造成这样的后果。在法国国内本身陷入疫情危机、示威活动继续的情况下，马克龙为了一己私欲，亲手断送了与中国合作的机会，导致经济以及气候变化等方面陷入困境。可对中国接连开枪，却没有等到其他欧洲国家的认可。同时，长期以往，法国很可能由中国所主导的全球多边化合作浪潮中被无情抛弃。欧洲现在就在打法国的脸，等到被中国抛弃的时候，欧洲想来也不会给予法国什么支持。